第161章头发般的植物。对于卡隆自杀案，在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正义奥黛丽。不过，他早就发现魔术师福尔斯对这件事情存在一定的好奇，于是什么都没问，保持着坐姿不变，耐心等待着某畅销小说作家开口。也就是1-2秒的功夫，魔术师福尔斯望向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面前的桌缘，斟酌着说道：“真相是什么？”克莱恩早就在脑内彩排好该怎么描述，没有一点犹豫就让假人世界道。幕后的操纵者很可能是王室顾问赫温·兰比斯，他大概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心理炼金会评议团的委员听见前面半句话时，正义奥黛丽脑海内已自然浮现出一个和蔼老者的形象。这位先生出身于贵族家庭，毕业于珀斯大学，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见解，已担任王室顾问超过10年，是公认的学者、好人、绅士。奥黛丽之前怀疑过卡隆自杀案也许有王室的引导，可从没想过实际操纵者会是温和慈祥、善良风趣的赫温·兰比斯。等到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爆出这位先生另一个身份，他更是再也难以遏制自身的惊愕和诧异。赫温·兰比斯是非凡者，是心理炼金会评议团的委员，这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半神半人的存在。我见过他很多次，从来没觉得他会与神秘世界有关联，一直认为他是纯粹的学者，视野广阔的学者。而如果世界先生的调查没有被人误导，我真的很难想象，以乐于帮助他人著称的赫温·兰比斯会那样漠视一条生命，冷酷的让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父母失去儿子。他平时表现的是如此有教养，如此有爱心。政治比我想象的更加肮脏，王室也是。说起来，我还从未见过心理炼金会评议团的委员，从未接触过他们的高层，没想到这个隐秘组织和极光会、灵教团等邪教在本质上竟不存在太大的区别。还是我们塔罗会好，愚者先生总是在阻止或破坏邪神恶魔们的计划。正义奥黛丽思绪沸腾间，倒吊人阿尔杰敏锐闻到了贝克兰德政坛潜藏的火药味，只觉那里各方势力纠缠，诸多秘密混杂，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桶。贵族、王室、风暴教会、黑夜教会、蒸汽教会、新兴的有钱阶层、悬崖边缘的平民，过着凄惨生活的最底层。时代的变革意味是如此的明显，我之前竟然没有清晰的认识到这点，只简单的从麒麟格斯的话语和给出的证据相信，一个旧神淡去、新神涌现的纪元将要来临，历史的潮水滚滚奔涌，不可逆转。阿尔杰无声叹息中，似乎看见了那个高高耸立的哥特式钟楼，看见了上面悬挂的秩序之钟，而在这著名事物的周围，气流成形，光芒暗淡，仿佛有一圈又一圈的风暴在酝酿。恍惚间，阿尔杰忽然又有了一个想法，涌现的未必是新神，也许还有从更遥远年代归来的古神。他本能瞄了眼青铜长桌最上手，又快速收回了视线，心里波涛起伏，难以平静。这一刻，他莫名感觉自己之前的志向和目标是不是太小了？竟然只想着成为风暴教会的大主教，成为一位圣者，在整个世界都拥有话语权，暗中能主导不少事情。既然旧神淡去，新神涌现，愚者先生要重回他位于星界的宝座，那我为什么不能考虑成为一位天使？只有到了这个层阶，才能完成生命形态的质变，长久的活着，才能位居众灵之上，领导一个大型组织，掌控世界层面的权势。念头一个又一个闪过，倒吊人阿尔杰竟有了点别人无法发现的战力，内心喷薄出激动的情绪。隐者加德利亚则联想到了神秘女王最近2个月的行踪，感觉对方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贝克兰德。真有什么事情将在贝克兰德爆发？这次写信的时候，可以尝试询问一下，看女王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加德利亚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厚重眼镜，扫了正义小姐等贝克兰德成员一眼。魔术师福尔斯知晓卡隆自杀案的一些细节，清楚受害者全程都是自主行动，没被控制，清楚证人们确凿无疑的相信这一切都是道恩·唐泰斯造成的。这些与实际情况的对比，让他对心理炼金那位评议团委员有了强烈的恐惧。不想有一天发现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喜好都是别人灌输的，这和傀儡有什么区别？观众途径中高序列真可怕。不过这倒是很好的写作素材，现在的心理学领域本身就有催眠。下一本书，我要写一个病态女主喜欢上一位绅士后，用催眠的办法让对方也爱上自己。
结尾却发现那位先生竟是催眠大师的故事。福尔斯张了张嘴，又重新闭上，没再就赫温兰比斯询问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王室顾问。克莱恩分享赫温兰比斯之事，主要就是提醒正义小姐，让她小心和提防这位心理炼金会评议团委员。此时见目的已经完成，转而说道，还有一件事情，帮我留意丘纳斯科尔格，他是军情9处的少将副处长，表面只有序列5，实际已是黑皇帝途径的半神，拥有相当强的灵感，对别人的注视很敏锐。丘纳斯科尔格，正义奥黛丽在心里重复起这个姓名，发现自己对这位先生竟然没什么印象，要么是我和他的社交圈子交集很小，就算偶然遇到过，也只是点一下头，不会询问究竟是谁，要么是他非常低调，不常出席类似的聚会。有机会问一下康斯，他是军情9处的人，肯定知道这位上司。奥黛丽对于丘纳斯宣称只有序列5，实际已是半神，并不是太惊讶。在他看来，情报机构的人员有类似的情况应该较为常见。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或多或少都听过丘纳斯科尔格这个军情9处的高层，但又缺乏更进一步的了解，此时只能忙于更新脑内资料，提醒自己以后遇到与这位有关的事情时，一定要特别小心。见世界先生已没有要分享的事情，太阳戴里克不等倒吊人先生询问，主动开口道，我又新交了一位朋友。他顿了一下，才步入了重点。他巡逻的区域就包括前任首席的陵寝，他告诉我，6人议事团还没打开通往地底的大门，不过陵寝外层的石头缝隙里长出了茂密而奇怪的植物，很像人类的头发。6人议事团可是有3位半神的，就算有的外出探索，不在白银城，另外的3位多半也因执掌着一定的强力封印物或放牧着恶灵，有接近半神的实力。他们联手这么多天，竟然还没打开那座前任首席的陵寝，这说明问题不小啊。还有，突然长满人类头发般的植物又是什么操作造成的？克莱恩心里浮出了一个又一个疑惑，等待着倒吊人先生询问小太阳。他知道对方一定会问。安静听完的倒吊人阿尔杰眉头微微皱起，又舒展了开来，斟酌着开口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异常情况？负责开启陵寝的是不是那位牧羊人长老洛威亚？不只是他，首席也在，另外2位长老也在。太阳戴里克认真回答道。其他暂时没什么异常。阿尔杰点了下头道，很好，保持现在的状态，和更多的人建立联系，密切留意那座陵寝的变化。得到表扬的戴里克连忙摁点头。又交流了些别的事情，聚会自然而然转入了学习环节。魔术师福尔斯本想问一问法老木乃伊能拿来做什么，看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一眼后，又闭上了自己的嘴巴。聚会结束后，回到现实世界的克莱恩拧开水龙头，清洗了下脸孔和手掌，耐心等待起夜晚的降临。到时候，他将乘坐军方的飞空艇前往迪西海湾、南大陆、贝伦斯港。因为黄金梦想号正在迷雾海偏南航行，所以达尼兹没用几天就抵达了西拜朗最北端的这个港口。他披着深色的斗篷，提着一个行李箱，将太阳胸针戴在衣物内侧，怀揣着一个铁黑色拳套，正满头大汗的沿码头道路走向外面。只觉自己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比以前不知强大了多少。出了码头，达尼兹左右看了一眼，伸手拦下了一辆马车。车夫看着他，吐出了一连串的话语。啊切，他在说什么？达尼兹一脸茫然的看着对方，愣了好几秒才想起一件事情，自己根本不懂当地的都坦语，而他之前来西拜朗，因为有船长这个语言学专家领队，根本不需要担心能否听懂的问题。第162章相逢。达尼兹张开嘴巴，下意识就吐出了一个英蒂斯语单词。旅馆空气似乎瞬间凝固了下来。达尼兹看了看车夫深棕色的皮肤，毛糙凌乱的黑发，较为柔和的轮廓线条与同样茫然的表情，无声吐了口气，自认倒霉的提着行李往街道另外一头走去。狗屎，竟然遇上了这么一个不懂英蒂斯语的车夫。在码头附近载客，不是应该会几个北大陆单词吗？这里来来往往那么多英蒂斯人、鲁恩人、福萨克人。达尼兹一边嘀咕，一边张望前方，寻找外表像是来自北大陆或者有相应血统的路人，以便顺利住进旅馆，填饱肚子。据他所知，贝伦斯港的英蒂斯移民相当多，鲁恩人、福萨克人、费内波特人也有一些，只要能遇到1-2个，沟通就不成问题了。
不过达尼兹觉得这一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自己在寻找的过程中没有中暑晕倒。这狗屎天气！他抬头望了望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和不够炽烈的太阳，举手抹了把额头的汗水，表情略有点扭曲的诅咒道：骂归骂，达尼兹其实很清楚，这个季节的南大陆气温适中，甚至有点偏低，自己之所以热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带了那枚太阳胸针，但是初到这里，还没摸清楚状态的他，不敢把这胸针取下来，塞进行李箱里，如果一不小心弄丢了这物品，他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格尔曼斯帕罗又冷酷又疯狂的眼神。来几个北大陆人吧，随便哪一国的都好，我可是掌握了多国语言的大海盗。达尼兹嘴巴不停地低念着，脑海里浮现的尽是加了冰的啤酒和飘着冰山的海洋。念着念着，他突然抬手揉了下眼睛，他终于看见了一个明显是北大陆人种的家伙，而且似乎大概可能还是熟人。达尼兹的斜前方，和煦阳光照耀的街口，一个金色短发梳成三七开的年轻男子正靠在墙上，吹着银白色的口琴。他有双碧绿的眼睛，穿着眉际最上2颗扣子的白衬衣，完全敞开的黑马甲和深色的长裤，戴着一只孤零零的黑色手套。正是迷雾海最强猎人安德森·胡德。这么巧，这家伙竟然跑到西拜朗来了。达尼兹心中一喜，只觉自己终于在茫茫人海里抓到了一块浮木，顾不得去回想安德森在黄金梦想号上的表现，直接就靠拢了过去，用猎人的标准口吻打起了招呼。怎么，做不下去宝藏猎人开始街头表演了？他有注意到安德森的面前倒放着一顶礼帽，里面装着20-30个黄铜硬币，少量属于英蒂斯的科佩，大部分是本地的德利西。德利西在英蒂斯语里就是铜板的意思。安德森停止吹奏，瞥了达尼兹一眼，这不是我的帽子，我刚好路过这里，看到这样一顶帽子掉在地上，没人发现，心中有点感慨，就拿出口琴随便吹了一下，谁知道不少人旁听，丢了些钱在里面。你这种粗鲁的海盗大概是不能明白音乐魅力的，这是没有国界的，我告诉你，你们船长特别喜欢听。达尼兹额头一跳，制止了安德森不知会往哪个方向偏的话语，转而问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安德森拿着口琴认真的想了想，这是个好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到西拜朗来了，中间这2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达尼兹本想说别开玩笑了，可安德森正经的表情让他不由自主就有点相信，斟酌着问道：什么都记不起来？安德森收好那银白的口琴，弯腰将装有不少硬币的礼帽拿起，弹了弹灰尘道：我最后的记忆停留在拜亚姆和格尔曼斯帕罗分别后，似乎要去预定的地方见什么人，结果一觉醒来就在西拜朗了。哈哈，不用在意这些事情，还活着就好啊。快中午了，走，找个地方用餐。我听说贝伦斯的猪肘特别出名。说话间，安德森将那顶礼帽连同里面的硬币放到了隔壁流浪汉的身旁。达尼兹又热又饿又累，闻言精神一振道：你懂这边的都谈语？安德森顿时喝了一声，你难道没听说过我这个宝藏猎人在西拜朗多次冒险的经历？对啊，我之前还想找你打听西拜朗情报的，这边局势混乱，危险不少，要是能拉上安德森，肯定会安全不少，而且还多了个翻译，不能说雇佣，我可支付不起他的报酬。达尼兹一点点露出了笑容。那我就放心了，走吧。他提着行李和安德森一块绕到旁边大街，就近找了家餐厅进去。听到服务生叽里呱啦的土著语，看见写满不认识文字的菜单，达尼兹一阵头疼，忙对安德森道：你来看。他边说边将菜单递给了对面的迷雾海最强猎人。安德森没有伸手，一脸平常的回应道：我也看不懂，你不是说你会都谈语吗？达尼兹愕然脱口。安德森摊了下手道：我可没有这么说过，多次来西拜朗寻觅宝藏和懂都谈语有关系吗？你不会都谈语，怎么看得懂古代神庙、城堡遗迹里的文字？怎么寻找宝藏？达尼兹的表情又一次有点扭曲，语速不由自主变快。安德森拿起侍者刚摆好的杯子，咕噜喝了口水道：带一本字典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算是问题。再说，不会都谈语就不能和南大陆人沟通了吗？说完，他侧头看向服务生，用英蒂斯语道：2个特色猪肘。那名侍者毫无疑问的一脸茫然，不断的将手指向菜单。安德森一点也不急躁，
不慌不忙地用右手按住鼻子，模拟出了猪的哼叫声。侍者先是一愣，旋即露出恍然的表情，然后安德森又指了指自己的肘子和菜单上的贝伦斯图标，用手指比出了2这个数字。侍者一边说着有口音的都坦语，一边连续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而达尼兹在旁边看的都快呆住了。安德森一番比划，夹杂少量的简单的都坦语单词，终于完成了点餐，扭头对达尼兹笑道：“明白了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通用的语言是肢体语言。”达尼兹表情呆滞的看着，抽了下嘴角，算是回应。马车驶出西区，于岔路口向南，很快就抵达了一处军事基地。有加尔文上校手书和卫官引领的克莱恩顺利进入，来到了一片夯土铺成的广场。那里停着一个深蓝与纯白结合的庞然大物。这飞空艇有几十米长，箱体上面伸出了一根根坚固而轻盈的合金骨架，蔓延交错，支撑起了装有气囊的不透气防水布料，下方则是机枪口、投弹口和火炮口。此时，高燃速蒸汽机的嗡嗡声还未响起，相应的桨叶也未出现旋转，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克莱恩将文件和身份证明交给了守在舷梯旁边的军官，于得到允许后，提着行李箱一步步登上了飞空艇。这里就像船舱，分为3层，最上面有复杂的机械装置和存放货物的仓库，中间是可以举行自助餐会和舞会的大厅，大厅的周围和分别通往上层、下层的通道两侧是一个个休息室，至于最底下那层，有机枪室、弹药室、火炮位以及士兵们的房间。从端着步枪的一位位值守者中间经过，克莱恩按照刚才那位军官的告知，找到了对应的休息室，将行李放到了一张沙发样的座椅旁边。然后他端起桌上放着的一杯水，走到窗口前，眺望起外面的风景。坦白的讲，虽然他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也只知道一点，所以并不明白这最新型飞空艇的设计原理是什么，不清楚这究竟能飞到多高，在半空有多大的颠簸，这让他有点忐忑。出发前还去灰雾之上做了次占卜，得到了自己能较为顺利抵达目的地的启示。好像有安全带，这个世界的飞空艇行业已经有不少年的历史，各方面经验都相对足够。克莱恩正要收回打量外面的目光，欣赏房间内的布置和坚硬玻璃罩后的烛火，忽然看见有一群人靠近这编号1345的飞空艇。这些人有男有女，基本都披着黑色的薄风衣，戴着红色的手套，提着大小不同的皮箱，唯有一位套神秘的通灵师长袍，涂蓝色的眼影和腮红，正是戴利西蒙尼。而这位女士的侧后方走着的是墨发碧眼的伦纳德·米切尔。其他人都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伦纳德的脚步突然有所放缓，随即他扬起脑袋，望向了飞空艇的第2层。他的眼眸内随之映照出了鬓角斑白、蓝眼深邃、穿正装打领结的道恩·唐泰斯。这位绅士立在一个窗口后面，露出和煦的笑容，举了举手中的杯子。第163章终于放心。伦纳德表情略微一滞，旋即恢复了正常。他已经记起道恩·唐泰斯在和军方合作，准备贩卖一批枪支和火炮去西拜朗，所以这位先生出现在军方的飞空艇上虽然让人意外，但一点也不显违和。唯一的问题是，他这么快就要去西拜朗了。阿蒙的到来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伦纳德念头一转，让目光转为平视，然后与队友一起沿着舷梯登上2层，进入了一个独属于他们的大型休息室。红手套们各找位置坐下没多久，低沉的轰鸣声、桨叶的转动声和各种各样的摩擦声接连响起，带来了地板和墙壁的轻微震颤。震颤逐渐剧烈，变为了摆动，飞空艇摇晃着升了起来，一点点恢复平稳。克莱恩已然坐下，扣好了安全带，正略感好奇的四下打量。体验不同于过去的飞行感，起飞不怎么稳定，高度也比较低，但没遭遇飓风的情况下，颠簸相对还好，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克莱恩眺望着斜前方的窗户，半点也没有解开安全带四处走动的想法。这不是恐高，虽然他确实有一点，但临时带着蠕动的饥饿，能短途飞行能直接传送的他并不是那么害怕，他只是在认真的扮演一个初次乘坐飞空艇的嫡系富翁。就在这个时候，克莱恩灵感忽有触动，忙轻叩牙齿，快速开启了灵视。他随即看见周围的色彩变得浓烈，鲜明的叠加在了一起，看见一根根白骨喷泉般从地面涌出，
组成了高近4米的巨大骷髅。这骷髅眼窝内燃烧着漆黑的火焰，垂下的手里拿着一叠折好的信纸。阿兹克先生的信使，他终于从变化状态里恢复了。克莱恩一阵惊喜，就要起身接信，可直到腰腹间的阻碍传出，他才记起自己扣着安全带。他伸手试图解开时，白骨信使蹲了下来，将纸张塞到了他的掌中。克莱恩愣了一下，扬起脑袋，看向对方燃烧着漆黑火焰的眼窝，轻轻点了下头，算是致意。他能理解信使为什么不在下一层现身，只让上半截穿透地板，因为这是军方的飞空艇，除了刚才那对红手炮，大概率还有别的非凡者，他们同样有灵感，有一定程度的灵视，能勉强察觉到信使的存在。可是我并不认为这么蹲着送信是礼貌，我宁愿像以前那样。克莱恩嘀咕了2句，看着信使崩解为一根根虚幻的白骨，瀑布般落至地面。大型休息室内，依旧喜欢自称通灵者的戴利西蒙尼忽然侧过脑袋，望向了隔着大厅的另一个房间。他眉头幅度很小的皱了一下，眼睛微有眯起。戴利随即收回目光，对坐在休息室角落充当服务生的低层军官道：“给我一杯调酒，黑兰德和香槟一半一半，这种配方很奇怪。”于是那位军官一边解开安全带，走向旁边焊接于地面的酒柜，一边试图给出自己的建议。涂着蓝色眼影和腮红的戴利笑笑道：“我喜欢品尝独特。”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随意问道：“这艘飞空艇上，除了你们和我们，似乎还存在别的人？”那位军官在打开酒柜的同时回答道：“是的，一位商人，好像叫道恩·唐泰斯，和国防部有一定的合作。”道恩·唐泰斯。戴利怔了一下，眼眸微转道：“什么合作？”他的右手边，伦纳德·米切尔下意识调整起坐姿，从右脚搁于左腿，改为左脚搁于右腿。不清楚。那位军官摇头回答道：“好像是想借助那位先生在南大陆的经验。”南大陆。戴利若有所思地重复起这个名词，没再询问。对面的小型休息室内，克莱恩已展开信纸，认真阅读。这确实来自阿兹克艾格斯，他表示之前的经历让他找回了更多的记忆，不得不通过沉睡来消化和恢复，没能及时回信。克莱恩真正放松下来，心情不错的让视线移向了后面的内容。对于灵界掠夺者，阿兹克的描述是：这是一种相当狡诈、数量稀少的生物，非常善于伪装，不容易找到。可以利用的一点是，它具备很强的攻击性，不过它的危险性也很高。即使有接近序列4的实力，也得足够的谨慎，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它的分魂。它具体的特点是，我不太清楚，或者没回忆起来灵界掠夺者们经常活动的区域。我建议你向红光艾尔莫瑞亚祈求，他对人类很友善，愿意回答类似的问题，且掌握着相应的权柄。仪式的关键是正确的尊名和象征符号。等你有了灵界掠夺者的线索，可以等待一阵，我也许能提供一定的帮助。这怎么好意思？克莱恩抬起右手，捏了捏嘴巴的两侧。他随即翻动纸张，看向最后一页。同样的，到时候我会再次帮你封印那只手套。我不是不想教导你封印的办法，而是你应该无法完成，这借助了冥界的力量，至少得不死者才能做到。好了，我应该很快就能空闲下来。我记得你说过的死神戒指的事情。阿兹克先生的变化似乎不是太大，至少从信上无法看出。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随手一抖，点燃了手中的纸张，让它们化为飞灰，飘落进焊接于地上的垃圾桶内。虽然从阿兹克不清楚灵界掠夺者较常出没的地方这点，他可以初步判断这位死神的后裔同样不记得卡尔德隆城，并隐约能推测出那座神秘的灵界城市多半与冥界无关，否则早就恢复与冥界联系的阿兹克先生应该已经记起一定的内容。但他还是打算在回信里询问一句卡尔德隆城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做人总要抱有期待。还有，得给阿兹克先生提一句，我到南大陆了。克莱恩认真思索起回信该怎么写，不过他没有立刻动手，害怕召唤信使会引起飞空艇上其余非凡者灵感的触动。目光转动间，克莱恩又一次望向了窗口，只见外面天色深黑，幽暗寂静。看着红月被层云遮掩的黝黑天空，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收回视线，提起钢笔，斟酌着写道：那个问题的答案是2个选择都不对。他最初有些疑惑，女王为什么不直接询问故乡指什么，
反而附带了2个猜测，这不是很容易导致问题得不到有效解答吗？后来经过思考，他认为女王确实比自己想的更加周到，因为面对的是一位疑似古神的隐秘存在，因为前后提供的日记数量加起来也才10几20来章，而且每次都有换取相应的解答，所以仅仅3页日记，即使有很高价值的3页日记，也很难对等罗塞尔大帝心灵与精神归宿这种关键问题。这面隐藏的秘密或许比一张亵渎之牌更加重要，而女王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执着，不愿意更换别的，所以特意附加2个选项，希望能得到排除或者肯定。相对来说，这就让问题的价值降低了，正好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加德利亚于思绪浮动间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小，正在接受各方面知识的教导，女王偶尔会出题考他，并告诉他，在解答的过程中有3个降低难度的机会，一是请求排除一个错误选项，二是请指定的船上某人帮忙，三是向灵界七光之翼祈祷，获得答案。当然，前提条件是能自己完成仪式。很显然，神秘女王这次选择了第一种降低难度的办法。女王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排除掉2个错误的选项后，她和正确答案的距离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加德利亚的表情不自觉柔和，转而写道：据我收到的情报显示，贝克兰德有风暴在酝酿。望安好他没直接说军情9处那位少将副处长和王室顾问的事情，毕竟这是塔罗会上分享的消息，不像自己提出的问题，有得到愚者先生默许，可以直接告知女王。折好信纸，加德利亚召唤出了神秘女王贝尔纳代的信使。贝伦斯港，夜色刚刚降临，达尼兹和安德森找到了一家因蒂斯移民开设的旅馆，体验到了语言沟通的便利。放下行李后，披着斗篷戴着拳套的达尼兹立刻又出门，往楼梯口走去。安德森倚在对面门边，好笑问道：还有什么事情？达尼兹顿时喝了一声：去买字典，这比你的肢体语言可靠多了，再过个几天，说不定我就能掌握常用的几个词汇了。安德森用戴着黑手套的左掌摸索起下巴道：你的拳套是那个巨人遗留制成的吧？负面影响是什么？达尼兹脱口而出道。行动变得鲁莽，总是先做再思考问题。说着说着，他安静了下来。第164章戴笠的试探。夜晚出去买词典，在局势有些混乱的城市，而且还顶着英蒂斯人的长相，这确实比较危险。不行，不能一直戴着这拳套。达尼兹怔了几秒，猛地抬手解开拳套，试图取下。他这个动作刚至一半，突然又顿住，打量了安德森2眼，扫了对方左掌戴着的黑色手套一下，干笑着又把拳套戴了回去。我认为，在南大陆，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实力。达尼兹皮笑肉未笑的补充了一句。安德森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摩挲着自己的下巴道：那你准备怎么做？达尼兹指了指楼梯口道：我打算找旅馆的老板借一下他的词典，我想他不会不教他的孩子都谈语，这是一个思路。可就算有词典，你短时间内也没法学会，即使只是掌握少量的词汇，也相当困难，毕竟这河北大陆的语言属于2个体系。安德森啧啧说道：还是我给你一个办法吧，你们船长应该有教过你知识与智慧之神领域的一些仪式魔法吧？对达尼兹没做思考，直接点头道。安德森双掌一拍道：那我可以教你一个新的仪式魔法，通过向知识与智慧之神祈求，得到1周内听懂、辨认和书写都谈语的能力。达尼兹没有迟疑的摇头道：我信仰的是风暴之主，并非知识与智慧之神。之前的某些仪式魔法能获得回应，是因为船长的关系。说到这里，他瞥了安德森一眼。你不是出生在塞加尔，成长于伦堡，和船长是同学吗？那你应该也是知识与智慧之神的信徒，你来举行那个仪式不是更恰当更有效？安德森摇头笑道：同样是信徒，能真正获得回应的也只是极少数。他壮思思索的想了想道：最好的办法还是找知识教会的牧师、主教帮忙，让他们制作一些符咒。我记得贝伦斯港有几位来自伦堡的传教士，不如我们明天去拜访。达尼兹正要开口回答好，忽然露出了狐疑的表情。我总感觉你似乎有阴谋。安德森的表情顿时僵了一下。飞空艇上，克莱恩系着安全带，盖着张毯子，靠着椅背，已然沉沉睡去。此时窗外夜色深黑，大地灯火稀疏，
景色看似缓慢，实则快速的后掠着，一切都显得那样安然和平静。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突然醒转，活动了下脖子，因为随身佩戴着丧钟，他喝了不少的水，被下腹的鼓胀给憋醒了。掀起毯子，解开安全带，克莱恩捂嘴打了个哈欠，走向休息室外面，前往位于大厅一角的盥洗室。痛痛快快解决完问题，清洗过双手，他刚转身走出盥洗室，回到大厅，忽然看见了一道人影。那人影立在光芒暗淡的地方，穿着黑黝黝的长袍，涂着蓝色的眼影和腮红，乍一看去就像是从停尸间飘出来的幽影鬼魂。戴莉女士，克莱恩毫无疑问认识对方，立刻就做出吓了一跳的反应。戴莉走了几步，抬头看向道恩唐泰斯的脸庞，停留于那双眼睛处，勾勒出笑容道：你的眼睛和气质很像我一个朋友，尤其眼睛。克莱恩顿时假装释然，失笑说道：女士，如果我们换一下性别，这就是标准的搭讪。戴莉的目光没有移开，呵呵笑道：不需要换，性别并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定义。如果其他时候我这么对你说话，那就真的是想骗你上床，甚至一直骗进教堂。不过我现在没这个想法，我走过来只是因为你的眼睛确实让我想起了他和戴莉女士对话，真是有点吃不消啊，不能被他掌握主动权，要不然他也许会察觉。道恩唐泰斯并非爱好广泛的花花公子、调情高手，而是会在魅力女性面前不自在的无经验者。我必须取得主动，主导话题。克莱恩念头一转，以半开玩笑的姿态直接问道：女士，你是不是喜欢那位朋友？戴莉怔了一秒，挑了下眉毛，低头笑道：这不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事情，如果他能像你一样就好了，面对女性勇于主动出击，懂得营造暧昧的气氛，那样的话我们或许连孩子都有了。可惜他是个保守的人，和我聊天只会谈正事说经验，稍微给他点暗示，开些过火的玩笑，他都会表现得很不自在，总是找借口离开。他长得显老，头发保养的也不好，记忆又差，连我的生日都能忘掉，想到他我就很生气，恨不得直接把他推到床上，把他的双手绑到床头的护栏处。克莱恩目光幽沉地看着戴莉的头顶，叹息着打断了对方的话语。于是你说的太多了。戴莉抬起脑袋，笑容与刚才没什么区别的说道：我以为你会深入的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克莱恩笑了声道：那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想法付诸行动？看得出来你不是只会说的女性。戴莉呵了一声，你猜。紧接着他点了下头，感谢你没有说我骚扰。说话间，他转过身体，往红手套们在的那个大型休息室返回。克莱恩嘴角微微翘起，摇头走向了自己所在的仓房。来到大型休息室的入口，视线落在前方地板位置的戴莉忽然看见了一双无绑带皮鞋，他的目光随之上移，眼眸里映照出了墨发绿瞳的伦纳德·米切尔。伦纳德望了眼道恩·唐泰斯进入的休息室，压低嗓音道：他有不少的秘密，不是那么简单。戴莉轻笑颔首道：我知道。说完，他步伐轻松地越过伦纳德·米切尔，走入了大型休息室。前行几米，他放缓脚步，又一次略微埋低了脑袋。伦纳德依旧立在门口，看着外面灯光照出拉长的影子，缓慢而无声地吐了口气。小型休息室内，克莱恩站于门边，抬起右手揉住了两侧太阳穴，仿佛一尊雕像。白银城，伯格家，戴里克坐在凳子上，一边啃着黑面草粉末烤成的面包，一边认真的在心里列举起自己最近有哪些该做而未做的事情。世界先生需要的鬼术邪怪资料还没有问到，序列5吸血鬼非凡特性的功勋还差不少，朋友才3个，还不够多。前任首席领请的事情也只是有一点点线索。念头一个个闪过中，戴里克填饱了肚子，脱去上衣，拿出一个石头打磨成的长口容器，用里面粘稠的黑色液体涂抹起体表一个个肉眼可见的淤青。虽然白银城周围只有黑面草可食用，但植物并不止这一种，它们种类繁多，奇奇怪怪，依靠各种能力，在没有太阳、只剩闪电和黑暗的环境下生存繁殖着。而白银城的传统之一就是挑选不同的植物，配合怪物的对应器官，熬制成各种药膏。这对治疗大部分伤势和疾病非常有效，让多数居民不会因为一点小问题就失去生命。这是一代代猎魔者们将自己通过魔药获得的神奇药剂、圣膏、精油配方不断简化固定为更低层次产物而形成的传统。涂完药膏，
闻着略显刺鼻的腥臭味，戴里克刚要套上衣物，忽然听见了咚咚咚的敲门声，他的精神本能就紧绷了起来，拿起雷神怒吼这缠绕着电光的幽蓝巨锤，小心翼翼地靠近门边，随时准备着击杀黑暗里冒出的怪物。谁？戴里克沉声问道。外面传来了一把略粗的嗓音。瓦利尔与此同时，片片明净的光芒照亮了门缝和窗口。这是黎明骑士的能力。戴里克放松下来，开门招呼道：瓦利尔，你今天不是要率领队伍巡逻吗？瓦利尔身高2.2米，是戴里克新交的朋友，也是他最认可的朋友。因为对方很多时候会较大程度的收敛自己的力量，是个很照顾同伴的人。另外，最近巡逻区域包括前任首席领请的正是瓦利尔小队。瓦利尔有着和戴里克相似的棕黄色头发，留着浓密的胡须，最喜欢的活动就是与人格斗。他闻言笑道：6人议事团刚才命令我们小队绕开前任首席领请所在的区域，而这是我们巡逻任务剩下的最后一个地方。走吧，去训练场活动一下。6人议事团特意让巡逻小队绕过那个区域，他们今天就能打开前任首席领请的大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希望洛维亚长老那边没有阴谋。戴里克悚然一惊，猛地产生了点联想，却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就在他犹豫着穿上衣物，准备出门和瓦利尔一起去训练场时，一道人影从街道的阴暗地方长出，开口说道：戴里克伯格，首席让你去圆顶见他第165章首席的暗示。圆塔顶部，属于6人议事团首席长老的房间内，科林伊利亚特有着以白银城标准也称得上高大的身材，留着凌乱疏于打理的花白头发，脸上法令纹很重，其余地方却没有皱纹，残存着一些或扭曲或深刻的陈旧伤疤。他内穿亚麻衬衣，身披棕色外套，腰间有一条环着多个小格的皮带，浅蓝色的眼眸沧桑深邃，似乎写满了故事。等到戴里克行完礼，这位猎魔者轻轻颔首，指了指斜前方桌上摆着的物品道：还记得他们吗？戴里克一眼望去，目光忽然凝滞，眸子里映照出了2条半透明的只有儿童手指粗细的小虫，十只虫，有一个又一个透明圆环的十只虫，源于毒神者阿蒙分身的十只虫。记得戴里克沉默了1秒，本能做出了回答。阿蒙遗留的事物，克林伊利亚特微不可见的颔了下手道：其中有一条还是你咳嗽出来的。不等戴里克开口，他沉缓说道：你曾经说过，被阿蒙附身时，大部分时候处于迷糊状态，像在做梦，只偶尔才会清醒，面对首席注视的目光。戴里克连续点头，表示自己确实有做类似的描述。克林伊利亚特视线移开，头向窗外，俯瞰起不远处的建筑。我应该没有对你讲过那段时间你做的事情。你前后举行了2次仪式，一次有秘器元素，一次像在献祭，都得到了一定的回应。你对当时的情况是否还有印象？果然，我向愚者先生请求帮助，利用秘器仪式净化阿蒙分身时，也被监控着。戴里克对于首席的话语不算意外，他早就在倒吊人的引导下，循着白银城诸位长老都经验丰富，不可能就那样放过有异常者的思路，得到了自身离开地牢后一直有被监控的结论，并于献祭仪式时，从阴影里有冒出一个阻止者的情况，初步印证了推测。没什么印象了。戴里克做出思索的样子，然后摇了摇头。只用眼角余光打量的科林见状，回过头来叹了口气道：你再仔细回想一下，这2条阿蒙遗留的虫子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我一直在寻找能利用它们的办法。如果能秘密做成什么物品，这将是其他人都不知晓的底牌，可以在关键时候起到关键作用。你经历的那2个仪式里，或许就有可以参考的象征符号、古老皱纹、神秘元素。再仔细想一想，换作以前，戴里克肯定只听得懂首席表面的意思，可此时此刻的他，已能慢上几秒的将相应的话语翻译成潜藏没直接表达的句子。我知道你还和阿蒙存在一定的联系，马上要开启前任首席的陵寝了，我必须额外预备一点防止意外，不让洛维亚等人危害到白银城的底牌。你快试着沟通，看能否得到帮助，或者给出之前仪式的细节，让我自己琢磨。倒吊人先生说的没错，越是处于高位，越是经验丰富，面对过许多危险的人，越是习惯性用暗示的办法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给谈话的双方都留下余地。戴里克豁然有了种自己真正掌握了某个技能的感觉，想到首席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洛威亚长老和对方代表的堕落造物主，
他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可是他对怎么利用食之虫毫无头绪，只能考虑向愚者先生祈求，看是否可以得到帮助。我会努力，回想的，我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戴里克话语间断，斟酌着用词的回应道。克林伊利亚特似乎早有准备，抬手指了指走廊道，对面开着门的房间有不少都没人，你自己挑选一间。是。首席阁下戴里克行礼退出，随意找了个无人的房间，反锁住木门，坐了下来，于阴暗的角落里，眼眸微微发光的低声做起了祈祷。迪西海湾，埃斯科森港，克莱恩提着行李，沿舷梯离开了飞空艇，预备乘坐军事基地的马车前往市区。至于戴利西蒙尼、伦纳德米切尔等红手套，第一批就走下了飞空艇，克莱恩则被排在倒数几位，未有碰面。进入市区，找了家旅馆住下，他正准备再躺一下，改善昨晚因各种问题没能睡好导致的萎靡状态时，耳畔突然响起了虚幻层叠的气球声，听起来像是小太阳的。克莱恩捂嘴打了个哈欠，进入狭小的盥洗室，艰难的逆走4步，来到灰雾之上。如他预料，闪烁不断荡开波纹的正是象征太阳的那颗深红星辰，灵性蔓延往外，触碰过去，克莱恩很快就弄清楚了太阳在祈求什么事情。白银城首席在向小太阳询问，不，在向他以为的阿蒙询问，怎么利用食之虫符咒。还好，我之前也有这方面的烦恼，并且早就解决了这个疑问。可是，用食之虫制作能短暂兑换命运的强大符咒，需要向愚者祈祷，这不就直接暴露了小太阳背后不是阿蒙，而是另一个不知深浅的隐秘存在吗？克莱恩右手食指轻敲起斑驳长桌边缘，认真考虑着怎么回应的问题。不到1分钟，他转过了思路，发现刚才的担忧毫无意义。首先，除了可能从真实造物主那里得到一定启示的牧羊人长老洛威亚，白银城没谁了解阿蒙的具体情况，只是猜测他有可能是当初造物主身边8大天使之王里的10天使，所以即使知晓了愚者的存在，他们也大概率会认为这是阿蒙的本体，或是阿蒙现在侍奉的神灵。其次，愚者的尊名对真实造物主、独神者阿蒙和牧羊人长老洛威亚来说，已不再是秘密，白银城再多点人知道也没什么关系。再次，那位叫做科林伊利亚特的首席还只是猎魔者，哪怕掌握了愚者的尊名，有灵级封印物，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毕竟就连独神者阿蒙、真实造物主也没有半夜来敲我的门。最后，那位6人议事团首席早就清楚小太阳有问题，现在都近乎等于明示了。克莱恩思绪电转间，觉得自己有必要大胆一点，说不定还能借此于白银城发展1-2个下线，不信众，让小太阳不再孤单奋斗。而且现在的我和进化阿蒙分身时的我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更加深厚的神秘学知识，执掌了海神权杖，能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更多力量，不用担心在仪式中面对序列4的半神时会出什么纰漏了，只要不鲁莽的把人拉到灰雾之上就行。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将怎么制作窃运者符咒的流程化作光影，投入了象征太阳的深红星辰内。咚咚咚，敲门声回荡在了圆塔顶部的首席房间内。而早在这声音响起之前，科林伊利亚特已然知晓戴里克伯格开门走向了这边。进来，他转过身体，朝向入口。戴里克推门而入，行了一礼道：“首席阁下，我想起了一些模糊的细节。”科林伊利亚特表面平静地点了下头道：“都有哪些？”以纯银和水银为材料。戴里克简洁描述完仪式前面部分，顿了一下道：“我当时好像有在低念一段尊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科林眼睛微眯，忽然打断道：“对应的象征符号就是蜡烛上遗留的那个。”是的，戴里克坦然回答道。第2段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这时科林又一次打断了他：“不需要别的仪式材料。”不需要。戴里克略有些诧异地点头道。他这才察觉首席似乎在刻意打断自己诵念愚者先生的尊名。对，我们的通用语是巨人语，是能引动自然力量的语言，如果直接诵念尊名，必然会产生种种未知的效果。我是因为知道愚者先生是真正的神灵，值得信赖，才习惯性一口气说完，而首席并不清楚。戴里克有所恍然的继续说道。第3段，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科林安静听完，微微颔首道：“很好。虽然不能确定你回忆起来的内容能否提供帮助，但这依旧是不小的贡献。
我会让人给你增加功勋的。回去吧，或者到图书馆看一会儿书。是。首席阁下戴里克见没有别的事情，无声松了口气，迅速退出了圆塔顶部的这个房间。科林伊利亚特目送他离去，转而走到书桌后方的椅子坐下，将目光投向了那2条半透明的环节小虫。就在小虫的旁边，摊着一本笔记，上面描绘着半个梧桐之眼和一半扭曲之线组成的隐秘符号。科林的视线许久没有移动，整个人也仿佛化作了石雕。过了一阵，他缓慢站起，拿出了3根蜡烛。